在重庆丰都季龙镇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悬崖峭壁下的山洞之中，整个建筑看去就像是镶嵌在崖壁洞口。这个地方地处深山峡谷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啊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。来，我拿2瓶酒给你。啊？拿2瓶酒给你。我不起酒。有客人来可以了。你拿到嘛？哎、我不要，我们不吃酒。真的，你拿到嘛？又不开启，我来过你们这儿的。哎呀，你哪次来过的啊？应该是正2月间来过的。哪一天了？啊。哎，你是贵姓呢？我都又搞忘了。我说你贵姓呢？我姓黄。姓黄哈。那个叔叔呢？他姓罗。他姓罗。哦。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。哎。这几个是鹅吗？是鸭子哦？鹅子。鹅哈。这会儿来你们这儿要好看点了，哎，包裹都长起来了，哎，树也长好了。上回来就没得那么好看的。这个阿姨他们家的这个院子啊，还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般，人就居住在这个岩洞之中啊。前方就是一个大峡谷，而且它这个地方呢，公路也是通到家门口的。这个门前这一片院子打造的非常漂亮，这边种了好多的这个桃子，看一下都红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瓜，这儿种的是红薯，然后这边种有南瓜，还有这种不知道什么瓜哈，你看还种有黄豆，还种有这个豆子啊，这个豆儿啊，这边还种有花，这个门前还有一排的树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这儿都种的有，看得出来这个阿姨啊，特别勤劳的那种人。他们家这个桃子也结得很好，这个是那种嫁接的那个桃子，特别的甜。这些特别高的这个树是杜仲啊，刚才我们认识，我走近了认识了。杜仲呢也是一种中药材哟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房屋啊，好像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洞口，看着呢像是4层的一个结构。这个下边这里有1层。然后我估计以前呢，就是在这里面喂牲畜啊，牛羊啊、猪啊之类的。这个阶梯呢是弄得有15阶，所以它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。那么，当时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这么高的梯子呢？人不住在下面呢？可能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吧。因为住在上面呢，它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上来的这一层呢就是住人的，但是它这个房屋呢建的比较低矮一点，看一下比较低矮，这一层它也没有住人，就是第2层也没有住人。这边有上锁，这个有可能是住人的房间。那么从石梯上来之后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木结构的这个楼梯。再上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到第3层啊，第3层可能是住人了，这边有上锁，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房间，但是这个确实是比较低矮啊，只有大概1.7米左右的一个层高啊，这个2层呢都是1.7米左右的层高。那从这儿走上来呢，就到了这个靠山靠石的这个地方了。这边上来呢，这儿有放了2个冰箱，这里就是靠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们的这个祖先都是供奉在这个位置的。这边走过来，哇，这儿放了好多的腊肉，然后这边呢就是靠着这个后山的这个山洞，然后在这儿呢住了一个厨房，
这边并排着放了3口锅，然后走这边走过来。这里过来呢，咱们就到了它的4楼啊。它的这个4楼呢，摆放有一些桌子，有可能是有一些朋友要到这儿来吃饭呢什么的，他们可以煮一下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再从这里俯瞰下面啊，非常舒服啊，特别是坐在这个桌子这儿，在这儿乘凉吃个饭啥的，然后看到外边的景色，非常的美。那我们这边这个平台过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从这一侧从这里走上去。这儿是他们晒衣服的地方啊，还有这边放有一个石磨，要拉什么粮食呢，也在这儿拉。这个呢是风车，可以过滤一些粮食里面的灰尘啊、渣子啊之类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岩壁呢，正好可以为这个地方遮风挡雨，所以他们在这儿干活呢也不会被淋到啊，真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个崖壁边上呢，这儿做有栏杆，我们这样来看一下，房屋呢就镶嵌在这个洞口。然后这个侧边上来呢，这里还有一片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可以从这儿走上去，在这儿爬到这个半崖这里来。这个上边又还有一个山洞，就是这个半崖。到了这个半崖之后，这里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不知道能进去多远哈。咱就不进去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呀！站在这个高台上，咱们就可以看到房子镶嵌在这个洞口，然后这里有一条栈道上来，这个上边是不是很舒服？可以俯瞰到咱们下面的一整个菜园，对面的公路、山顶的风车都能看得到。哇，这儿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，特别是这个阿姨她非常的勤劳，可以看到，因为厨房在那边嘛，这个房子顶上的这些岩壁啊都熏得黑黑的，因为下边要进烟火嘛，要煮饭什么的，所以从这个上边呢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们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可不短了呀。要2000多。你这个园子里面还种了好多的东西，种好多东西啊，各种水果啊，还有蔬菜呀、豆儿啊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哪都有个。也真的是勤劳啊。不种点了光要吃的嘛。倒也是。买呀，有远。你是外面嫁进来的吧？应该是啊。我是务农的。务农的。你好大年纪了？你看出我要大年纪？我看不出来，50-60岁吧。60几了。60几了？哦，他也说可能差不多哈。他才58。他58。哦，你还比他大几岁哈？大10来10岁哟。大10来岁？没得吧？大10来10岁啊。但看起你也年轻的。我年轻了。嗯。你家几个小孩呢？我那边2个。你那边2个是哪个意思啊？我没懂。我牵这个走的。哦，然后再跟着他。嗯。哦，这里呢几个呢？这一个儿女。这一个女儿哈。他们来这里住了好多年了呀。他们住了30辈人呢。30辈人。4辈人，4的辈人都是31的3的。4的辈人都30多嘞。嗯。就总的在这上面，在这里面住了4辈人了嘛。他的女儿是31、30、34了。女儿都有30多了。啊。人家女儿是女儿是第4代上哈，她住了4代人，那差不多100年了。那差不多。等于女儿都在家里面搞过农家乐的。
哦，他女儿就是叔叔的女儿了嘛，也就是你的女儿了嘛。我的就跟在乌龙家的。哦，你们两个是等于是他这个女儿不是你生的，然后你的2个孩子在乌龙。哦，这样子的，我明白了。离婚了的。哦，他也是前面个离婚的，你正好是前面个走的，然后你们2个组合的家庭哈。哦，这样子的，等于他的女儿都在这里开过农家乐的，然后生意不好就没有开了，还是没有坚持吧，我觉得。这个阿姨跟叔叔呢，他们2个人现在真的是太轻松了。这个阿姨姓黄，叔叔呢姓罗。阿姨跟叔叔呢是半路2个人组建家庭的，他们各自的儿子和女儿呢，现在都是成家立业，等于现在呢，就是他们2个人住在这个3栋之中。他们2个人啊，现在在这里种着一片地，然后再喂点猪，1年的收入的话，也可以搞个几万块钱。说实话，真的挺让人羡慕的，而且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啊，一身轻松。就他们2个人在这里。这个过着这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隐居生活啊，真是令很多人羡慕呀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，在这边发现了一片荒废的别墅群啊，价值不菲啊。为什么会荒废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带你们进去看一看。看一下这一栋。这个铁门都打开的，房子上全部是青苔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藤蔓，看起来倒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里面不知道是干啥的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咱不进去啊。好像以前是开的酒店还是小加工厂啊，咱也不知道。咱继续往前走啊，非常多啊！这个地方荒废的别墅，一整排一整排的。这个路道上也是，全部是这些枯木杂草啊，完全就是一片荒废的这个景象哈。咱们基本上看不到有人居住的痕迹，是吧？你还别说啊，这个别墅上挂满了这种藤蔓，看起来还挺漂亮的，是吧？这些房子为什么会荒废啊？而且是大面积的。那么这边这一排黄瓦片的啊，这边这一排黄瓦片的有几十栋，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造型。咱看一下这一栋，也是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个楼梯呢是进这一栋别墅的一个通道。这个下边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停车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停车的小车库。你看，这地方都长了这么深的这个野草了。哇，这看起来感觉在这里边拍个什么恐怖片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个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这里还停有一辆废弃的汽车，感觉这车都是老古董了哈。这2辆车呢，也是停在这里很久了，车牌都没有，看没？这些都是荒废的。这一片别墅给人感觉非常的神秘啊，好像以前都是住的很有钱的人，对吗？要不然你看这些设备为什么都荒废在这里？这里也有一辆车。哇，这边也有车，怎么这么神奇？这个别墅群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神奇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汽车的这个箱子，废弃在这里的。这些房子总算是肯定是荒废了好多年了哈，不是一点点时间。我只带你们逛了这一排啊，实际上这里还有好几排的这个别墅，一共是
好几十栋。我们可以算一下，一栋别墅的造价就算200万好了，这个地方的别墅的总造价可能都是上亿的。这么大规模的别墅荒废在这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老板破产了呢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别墅全部荒废？这个确实是个谜团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上亿的别墅群为什么会荒废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。在重庆涪陵有个神奇的村庄——焦石镇悦来地火村。不管天晴下雨，365天地火永不熄灭，可以烤红薯、烤玉米、烧水煮饭，给村民带来了不少便利，成为了村庄里的一大奇景。那么这里的地火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大家好，我已经来到了重庆涪陵焦石镇的悦来村啊，现在就带大家去探寻地火的秘密。哇，这个火燃的是真的很大呀！走到这里的话，都是特别的热。哦，现在都是你在这里专门看哈。这个火燃了好多年了哇？燃了11年了。来看一下熊熊大火呀，真的是熊熊大火。这个火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点燃了11年了，经过风吹雨打、热晒雨淋，它都不灭，11年不灭。这里这个叔叔呢，他就把这个周边围了一下，把上面盖了一下，因为当地的这个村里面跟他讲嘛，他这个可能有点不安全，怕影响到周边，所以说他把整个这个地方给围起来，上面盖了一个棚。杨叔叔，你11年前怎么会把这个火给点起来呀11年前我来种地，来种地。我一抽烟一丢起去，一丢起，火都冒出来了，都燃起来了。哦，你抽烟一丢就把这个火惹起来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哇，这么神奇的嘛？哦，它这个是一个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一种页岩气，页岩气。页岩气。页岩气。它是一种气体从地下冒出来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哦，那你也是挺神的呀，丢一根烟就把这个火着起来了。哈哈。至今有多少年了？11年了。也就是你点燃这个火已经11年了。哦。从来没有灭过。没灭过。就天晴下雨呀、刮风啊都没有灭。都不会熄，都不会灭。它这个地下的气体用不完吗？用不完了。就一直用不完。哦。这么神奇。哦。说你好大年纪嘞？76。76了。哦。哦，你看你好年轻了，我觉得。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？哎。哦，这个房子就是你家的了嘛？哎，对。咦，还修这种大别墅啊？大别。儿子啊，些都在外面是吧？哎，对。有几个小孩了？4个。4个都在外面了。哎。都是成家立业了。哎。哇，你这个福气好哦。这个山下的河边还有一处冒火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叔叔他带我们下去。哇哟，还要穿过这个玉米林呀！为了带大家去看更生态的地火，不容易的。再走下去啊，走好多久啊，叔？走到大概6分钟左右。6、7分钟哈。哦。追到那些火。好，没事。等于这边的话就是原生态的，没有围起来哈。哎，对。这个叔叔告诉我们，这个半山腰也有。先到这个半山腰看了，然后咱们再到河边是吧？这里写有一个牌子哦，地火危险，请勿靠近。这边真的是神奇啊！
这个山里到处都在冒火，是吧？哎，对。哦，这里已经看到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原生的了。哇，这个地方有着了好多年了吧16年驾驶了。这个地方是16年驾驶燃的哈，也是人来点的是不？这是闻到臭，有个气味儿点起。哦，闻到臭味就把它点起来。这个地方就是31的一处哈，这里是16年点的，那就是到现在的话是7年哈，7年。一直燃清的水。它这个地方相当于是这些火苗啊，这些气体啊，从这些泥巴里面就冒出来了哈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坡上去，起码讲粗说有100处。有100处在冒火。哎，那么多。看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地火村呀。这个31咱们发现一处，然后跟这个叔叔一块儿，咱们还要到山下的这个河边去，据说河边还有一处。你这个挑的是原始天然气，这个味道，正宗天然气。这个地方也有一个，那个我来顶起的，顶起。这个石头缝里都有火出来。大家看看神奇吧，石头缝里面都着起来了，神奇的大自然。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村庄这一片山上到处都有火哈，那个地方有火着着的，然后这里也有火着着的，然后上面就这一片山的话，就有7、8处的地方他们是着着火的。这边下去呢就是河边了，咱主要去看那个水火相融的地方啊。咦，走在这个路边都闻到有那个天然气的味道。这个就是河边的火，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一条河流啊，然后正好在这个河滩的边上啊，这里也有地火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是着起来的。还有这边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！这个大叔的手机上录了一个河里面在燃烧的这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都说水火不相容啊，但是在这条河里面，水火是可以相容的哈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疑问：这个地火在这个地方着了数十年，它为什么不灭呢？我们在来礁石镇悦来村的这个路上啊，看到路上有页岩气的牌子，原来啊，这个村庄的地下蕴含着大量的页岩气，像这些石头缝里面溢出来燃烧着的就是页岩气。页岩气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天然气差不多，只不过页岩气呢，它是存在于这些山体里面的岩层之间，所以说呀，开采页岩气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大家又会有疑问呢？就算这个山体里面存储着大量的页岩气，这里不断的燃烧，总有一天它会枯竭的吧？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因为页岩气这种特殊的气体啊，它这个地下在不断的生产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算你燃烧100年，你也永远燃烧不尽，因为它在山体内部还在不断的生产页岩气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为了给大家探寻地火村的秘密啊，我硬是把自己放在火边烤了1个多小时，搞得现在是汗流浃背啊！你们看到这里不点个赞，不点个关注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在广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座特别神奇的石拱桥。这座石拱桥由无数的单体条石拼接而成，整个跨度之大，看起来非常的震撼，但又感觉很秀气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它的结构是否稳固，承固能力又怎么样呢？带着这些疑问啊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到桥上去感受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广西河池平南乡的拉磨，这座桥呢就在我的身后。
我们知道啊，在大山里有很多的这种石拱桥啊，但是他们建的呢都是非常的结实。这个石拱桥呢，看去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它不结实。你看哈，它就是一块一块的条石，这样呢拼接过去的，整个只有一块条石，所以说呢，看去给人感觉非常的单薄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人上去一踩的话都有可能塌。我们到那个桥上去啊，看看它中间是怎么样去粘合的，好吧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桥拱下面，像那边的话长了好多的草，那么它不是一整块的条石，它也是几块这样拼接起来的。这个下面呢做的是严丝合缝啊，做的非常的精致。你看这个底座，对吧？它都是直接从这个河底然后起出来的底座，包括那边也是一样的。侧面的话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这个接缝，它的条石的大小呢，也基本上是差不多大小的。这座桥的建造呢，应该是有非常多年了。那么它的粘合剂是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填缝剂啊，就是中间的这种粘合剂啊，它不是现在的这个水泥这些东西啊，看到没有，有一点发白啊。那么在几十年前、上百年前呢，咱们来建造这个拱桥啊，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，那么都是用什么呢？用糯米来加上石灰等等啊，来做这个粘合剂。所以它这个粘合剂呢，就粘得非常牢啊，感觉比现在的这个水泥都要牢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，这个桥是如何建成的呢？它建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其实目的很简单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建来两地的村民呢步行方便，因为下边呢是有一条河流的嘛。大家不要看这个简单的桥啊，建桥的时候可是花了大功夫的。首先，它下面要起一个拱，啊，起一个木板拱，把这个木板全部把它定成这个拱桥的一个形状，下方还要撑柱子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条石一块一块的往上面堆砌，堆砌到中间，特别是中间卡进去那两个石头呢，是需要量身定做的。他把它卡好了之后，粘合剂这些全部整好了之后，再把下面的柱子拆掉，明白吧？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啊，做这个石拱桥的时候，它不是像咱们做砖房，一天做多少一天做多少，不是这样的哟，而是把这个所有的石头全部把它摆放好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糯米加石灰做成粘合剂，在短时间，也就是一天之内，要把这个所有的缝隙填上粘合剂，然后我们再拆什么？拆下面的这个木架子，整个上面的这个石头全部沉下来，大概要沉这么高，然后就压紧了。这样呢，糯米和这个石灰做的粘合剂呢，它就把这个中间的缝隙给咬紧，也是加固了咱们这个桥的一个作用。而且这个条石它本身在做的时候就做的斜切口，经过精度计算的，所以呢，它咬得非常紧。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拱桥的这个弧形，你看现在看去都是非常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的变形。如果说是做这一类的拱桥，像做砖房一样，一天做一点，一天做一点的话，你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合拢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哈，就是整个石拱桥合拢之前，它都是没有结构力的，每一块相对都是散的。只有在它合拢的那一天，把所有的粘合剂填进去之后，把这个架子拆掉，整个桥才算合拢。合拢之后呢，他们还需要去检查哪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去这些石头都是很粗糙的，但是这活儿确实要做得非常非常的细，才能把这个石拱桥做得这么完美。所以说呀，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祖，就像这一座拱桥，就是他们的智慧结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一个山顶天坑的位置。这边呢叫广西700弄啊，很多地方呢都叫弄。那么我身后这个天坑呢，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了。但是在很多年前呢，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。从这个地方，他们当地的村民不知道花了多少年哈，挖通了一个山体隧道，穿过这个隧道呢，就到村那边去。你看一下，上面是很厚的山。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，他好像在等我，那我先过去吧。耶，这个隧道的长度其实也不短呀，好几十米呀。它穿过这个山体，他们的这个盘山公路是开到这个山腰来，然后基本上是在山间的位置呢，他们可以很少的去来打通这个隧道啊，稍微这个工程小一点。你看这边就进入这里边了，这里边住的人还不少啊，这个弄堂里边。来到这个村庄里面，发现这个村庄还挺大的，你看全部是错落有致的这个楼房，阶梯式的建上去。这么一长排的这个房子，感觉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哈，还不小。那么那个路上去啊，上边好像还有一个学校什么的，待会儿我把车开上去看一下。我刚才呀，在外边飞无人机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它这个公路是怎么进来的，为什么里面是弯来弯去的，我还不知道它这个洞口在哪里。我们进来之后呢，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。我到这边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们看哈，从那边那个洞穴穿过来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这边又折返一个弯，到这个地方去拐弯，然后从这个洞上边又弯到这个地方去。这个地方还有一片的房子。这个公路修到这个弄里呢，它就是专门为这个村里面的村民修建的公路。到这个里边呢，你是出不去的哈，只能又回头经过那个洞穴呢，我们再出去。到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尽头的公路了。这一个圆形的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啥哈？这个呢就是存水用的，这个是水池。看看这个水池，一个水池能装多少水？不得了哈。那么像在这个山顶的弄里面啊，他们是缺水的，山上都是岩石，所以说保不住水。整个地方呢也是缺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些山壁上呢，修了很多的这种圆形的池子，这个呢就是存水用的水池，很多哈，在山上到处都是。因为这个地方住的人还是比较多嘛。它是怎么存水的呢？这个水池，其实在下大雨的时候啊，这些山体的岩缝之中呢，它是会有这个山沁水出来的。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个山沁水呢，就直接接到这个水池里面进行储存。那一旦在遇到天干旱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个水池里面的水。而且呢，这边你不要看这么多的弄啊，他们其实都不怎么缺水的，因为修的水池足够多，存的水足够多，哪怕是有3、4个月不下雨，他们也不会缺水，因为这些水池里面随时都是满满当当的水，只要下雨，他们就会把水全部存到这个水池之中去。现在我已经到这个上边来了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学校，我好像听到了很多的学生在里面说话的声音啊。想不到啊，这个天坑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学生。目测了一下，应该有好几十个小孩，你看这些都是小孩，还在上学，还没放学。这小孩是还在上学吗？哦，这个屯子里面还有好多小孩啊。对啊，可能有几十个哟。就很多啊，就是他们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家长不在家，然后他们就只能在这里上，去不了那个罗布小学。这里有几个老师？现在就一个老师，对，一个老师带这么多小孩。那没办法啊，别的老师不愿意来呀。哟，挺辛苦的哈。对啊，以前没通公路的时候都没有老师愿意来的，这个老师来这里来了都10几年了。
10这个老师在这里几10几年了。对，因为从我老公开始就一直教的。你老公就是这个老师教出来的？对对对。然后他现在还在这里教？对的。已经20多年了。对，别的老师不愿意来这里啊。以前我们这里不通公路，就是别的老师不愿意来。哦，这你小孩？对呀。你也才20岁，21、2岁吧？对。你天，21、2岁的小孩都有了。你多少钱？医师还有一个。这里。在里面。人家在那里。那个男孩比那个粉色衣服那个。那个女孩是吧？对。她多大了1岁，不是2岁多了。2岁多。对。那你19岁多就生小孩了？对。这是你家还是你老公家？这是我老公家的。啊，是大化那边。哦，大化县。对对对，大化县。那你们是自由谈恋爱的喽？对，自由谈恋爱的。但是不能有父母那种跟介绍的话是，我觉得更不是。对，还是自己选上的好。嗯。你来的时候通公路了吗？通了。我来回通。上小学就可以不管了，然后在家里父母带，你就可以出去了呀。对啊。你不是年纪轻轻的跟老公分居两地也不太好。对啊，你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你觉得我愿意在家做人守妇女，肯定不愿意是吧？不能谈妇女，你看像你们都还本来就是妇女啊，自己都还是小姑娘对吧？只不过结婚的早而已嘛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妹妹。有机会再到你们这里来玩。那个时候希望你还在这里。不是，万一你发财了，离开这个地方了呢？对呀，等我发财了，我想着把我这房子给搞下来，重新搞个好。祝你发财哟，妹妹，肯定会发财的。或许我再过2年3年来，你已经发财了。真的，那我发财的话，我一定要先买车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妹妹，拜拜。刚刚跟那个妹妹聊了一下呀，大概知道这里的情况。他们总的有30、40户人家哈，然后你看这个房子建得很密。我们呢也只能从他那儿了解，因为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会说普通话的，而且他们的少数民族语言我也不懂。生活在这里呢，说实话条件确实是比较艰巨啊。在这条公路未通之前的话，他们都要翻过这些大山，然后再下去。每一次去镇上来回的都要搞个5、6个小时，所以说非常的辛苦啊。这里的人非常的勤劳哈，从外面修了那么陡的那个盘山路上来，然后又把这个山体挖通隧道，包括这个村子的内部呢，它也修通了这个穿来穿去的路，上面还有学校。在这么条件艰苦的情况下，然后能够把这个村庄也建设的挺好。你看那个楼房都是2、3层、2、3层的。这边的人我们确实看得出来他们比较勤劳。看看这些山上啊，很多这个湿旮旯的地方，一点点的地方呢，都把它开垦出来，然后种了好多的玉米。当然现在呢，基本上就一些留守的老人在家里种这点地，然后年轻人呢，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了。但他们的小孩呢，很大一部分都留在这里了。你们看，总的是30、40户嘛，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小学里面呢，就有30个左右的小孩，所以基本上小孩都是留在这里面上学的。他们把这个1、2年级上完呢，然后再出山去，在这个镇上去呢，上3年级开始吧。那挺佩服那个老师的，主要在上课也没有时间问一问他，他一个人在这里教书教了20多年。可能最近几年呢，这个公路通了，那么他可以轻松一点，开车过来在这边教书。但是前面的10多年呢，基本上都是走路过来了。特别是留在乡村的这些老师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伟大。好了，今天呢天气也比较晚了，我们不在这里停留了，还要赶往下一个县城。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我们接着上一期视频走啊。我们从这里翻过这个垭口呢，就到另外一个弄。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的电网哈，不管你7弄、8弄、1000弄、万弄，这个电肯定是可以通到家门口的。翻山越岭，不遗余力，都会把电送到你的面前啊！哇，到这个垭口了，这边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弄。你们看看这个路，真的是垂直着下坡，
确实特别佩服生活在这里的人。这个下来的路啊，虽然是比较艰难、比较辛苦，但是你看，走到这个弄里面，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。哇，这个下边好平坦，这里种了好多这个玉米，然后中间这一整个大坪吧都没有种粮食啊，还有那边种有一片玉米，所以说也就家把人在这里吧，可能留在这里养殖还是干嘛的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个洼地里面这么大片的土地都不种。这地方朋友们看看像不像一个世外桃源呀？山顶上的一个天坑啊，他们这个地方呢叫做弄啊，这种地方呢就叫做一个弄。广西呢有700个弄，就跟这个形态差不多，有条形的，有圆形的，有扁形的，对吧？有那种三角形的，反正就是各种形态的这种弄呢，非常非常的多。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啊，那边那个弄我就没下去，所以说这个弄一定要下来详细了解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弄底，来到这个下面啊，真的是一马平川啊。我们这边已经看到第一个房子了，这个房子呢，目前肯定是空的。你看这个墙都是垒了一半。而且它这个房屋应该是垒的没垒好吧，就已经停掉了。这个现在看去也是一片荒凉。这个坪坝大家看看啊，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在上面说有个几十亩地，但是你到这个下方来，你就感觉不一样了哈。这个地方应该有100-200亩地，就是这个坪坝可能有100-200亩地啊，不开玩笑。我就怕狗啊！现在在这个农村，真的是走来走去就怕有狗。哎，这边有几头牛，应该有人在家的。有人在家吗？哎，你好。有人在家吗？是电视。哦，吃饭了没有？说。吃了，吃了。吃了。我是来玩的。你哪里来？我哪里的？远哦，贵州的。你来什么？你知道贵州啊？我没到过。没到过。我到这里来玩的。不是吧？真的玩的，就是旅游的。旅游。我真是听不懂你们说话。那普通话我讲不懂啊，我也懂了，你讲我懂。读话就不懂了，读话你不懂了。你们讲的话都我懂啊。好像我贵州讲包国的玉米的，我懂。你们是什么民族？是壮族？瑶族。哦，瑶族。瑶族。你们这里原来有好多家人？有几家不？有没有？对象。原来有没有10家？不敢10家。不止10家。哦，都搬迁了。搬迁了。你们没有搬迁？搬得了，既然说嘛，70万。都搬了还是没搬？没有钱，这边是形式赛的，你要这么买。就是搬出去。不敢记的。就是搬出去要钱买。你不要钱买东西吃啊。哦，意思是搬出去要钱买东西吃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土地的不是没有土地的是吧？这里有24户，23户，23户。搬迁出去了多少？4户。才4户吗？刚4户。其他的人都没搬？都没有搬的。叔叔你是65，他是78。啊，你们俩是一辈儿的吗？讲同辈，不讲同辈我都哥的，喊哥的。就同辈嘛。也算同辈的。算同辈的。你们在贵姓啊？这里？我姓韦，在湖，莆田湖。
口天吴。这个啊，我知道口天吴。我就喂这个。韦小宝的韦。啊，喂。哦。总的可能也有。这还人口，我们完全不建现在来说还有120口不？就这个弄里面都有120个人。120也是我们144个啊，搬山水进20多个人呢。哦，搬迁出去20多个。20多个还有120个。其他的人就是在外面打工。在外面打工，是在外面租房子住。哦。租房子住给小孩在外面的读书。哦。也没有办法，你下去旅游又是人多，路又不通，又没有学校，怎么样做？那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们就2家人在这里是吧？做什么？我这养点羊呗，养点牛呗。你养牛养了不少我看。养点牛送一点玉米呗，这没有办法啦。养了多少？我养牛有4、5头啊。4、5头。这里有水源吗？有啊。有啊，水就是毛东的。水有水源。那水管的。有长流水是吧？长流水的。哦。3钱哦。随便的送粮，上面的收上去的送粮得了。那你们这还可以，有的弄里面都没有长流水。没有水啊。好多弄里面没有水的。没有水的。今年都没，大部分都没有了。啊，你看他们的有些弄里面就建了很多的那个水池，就存水嘛。我看你们这里好像没怎么存。我们的水都是毛东的大水池那里。就是夏天都有哈。有，冷天有。哦，那可以。那可以，这里以前种过水稻吗？种田的，你看那个有收水泵，收那个也种水稻得了。就种大米有种过吗？得，种起来种大米不好赚呐。种不出来。不好种。哦。你用电收水的。哦。不好赚。这里有个洞啊，有里面的星星的，水星冷的，灌成水哦。地下河啊。有一个洞下面有地下河。地下的洞大的。现在也常流的哦，现在一样流，水一样流哦。大吗？大，水坝那么大，像防水那么大。防水这么宽吗？有黄桶那么大。洗线下去吧。人爬不得。你这里下去要多少米才看到那个水？36米。36米。 36米。36。那你们这里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路搞通啊！我觉得。我没有钱，我没钱，我有钱我搞得。你看，还有个地下暗河，30几米的话，这水分凉的灌成水了。而且还可以到里面去玩。里面有鱼的，下面有鱼啊。有鱼吗？有鱼。大吗？2肉是。那你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嘞，有水就是个好地方。有水啊，这想流水啊，现在都是流。以前这里面上学到哪儿去上？以前我学校里我们这里有啊，这里我们有一个那个公办啊，公办的，有一个学校。有个学校。哦，这现在学校没了。没有人了，水鬼没有了。你调了，老师调，老师老就走了。以前这个外面都没有通公路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学校到巴西读书，要走多远？走路也没有像街路远路。这里小房子3个钟头。3个钟头。哦，住在山里面不容易啊。没有办法，我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住在山里的。走路厉害。对，所以走路很厉害嘛。你要住城市里人，你让他走这个路，他来吗？脚顶不得了。对。那肥的。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走路也要走几个小时。真的要在你们家吃饭吗？来，吃饭。哎呦！我这个人说话，我讲句话，你听懂没？来，快点。那你坐那边，我坐这里吧。哇，这么多肉！啊，不卖肉的是吗？人家是肉。我让他养hơn。现在苏家这吃的都是好肉，猪肉，马肉。喝点酒啊？我不喝，我要开车。我不喝，你们喝。对。我吃点饭可以。搞得下流尿完了。哎呦！我等下要开车，喝了酒不行。喝了酒不行。
你们家2个小妹妹不吃饭啊？刚买粉的，买粉，上街买粉的，这拿来。上街买粉了。买粉的那个。哦哦。的那个就是了。哦。女人是少，男人是多。吃饭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们俩像近的。我们都是不过去。能够广西收肉。尝一下你们这个肉，你们吃的清淡一点，我们那边吃辣椒都。哦，那没。我们有辣椒，些我们去少。就这样好吃，就这样好吃。我现在很少吃辣椒。你们也弄腊肉的是吧？腊肉我们那里来。很少做。也很少做哈。很少做。你做不过关不好吃的。这不香。不是，主要是你们这边天气热了。盐巴够不？盐巴得了。啊，也够了。但是你搞个那个腊肉不得呢，烧完了。对。你们是不是喝点酒就可以了？我们习惯了。有肉然后酒，吃菜的吃饭。像我的每天我都1公斤的。原先没烧。晚上我2、3碗这样的，在家。晚上有吃2餐。汉族人们讲包谷烧。对，包谷烧。包谷烧。但你这个是度数低，我们那边酿的包谷酒的话，它那个度数都是50多度的。哇，高度酒。 50多度高粱你们不了啊，都是高，对，高粱也是50多度，辣的。我就说你能不能喝嘛？你能喝，你等会儿跟我一块儿去搞点给你拿过来。我搞点真好，这烧到哪里？我那个好喝，我那是酱香酒，是存放过的，存放了5、6年以上的酒，放底下的。对，然后你去我家给你几瓶。哇，然后就是那个王八肉，那个讲这是贵州茅台嘛，是吧？啊，哎，对，茅台镇的酒。茅台镇吗？茅台是53度啊。对，53度。贵州我喝不了。可以喝。我喝不了，带辣了，放不出了。 你大口不得不，大口是麻烦大了。慢慢喝，对的，小口的就是。你们这边这个肉多少钱一斤？14块，14啊，14块啊。浪费的要翻等的。翻等肉啊，再贵一点嘛。5万多的，5万多的。我看他们俩好像也不大呀，怎么没有上学？不上。上学不读了，读书不毕业，他讲不读了。双胞胎吗？ 不是嘞，是大一个的，没有双胞胎那么多的。2个啊，一大一小的。高，香港女人呢，男人不懂，男人女人小在上班吃饭多就成了啊。多大了？2个女儿。17、18吧。17、18。差不多20了。差不多20了，可以出去打工了呀。打工没得钱没来了。不是他没找到好活嘛。我你属于打工了。打工没有那个钱少啊。 很少得，需要个钟头，加班你不得钱多，在哪里去打过工啊？文化不高，去东莞过。去不得，文化高。前天刚过来。米我这够了，你们那个米也很好吃，在哪里买的？广西啊。广西啊。不好不买。你这米真的好吃啊。 你买个那不好吃也有啊。现在广西干的就是种那个。 我们那地上长的东西比你们这多，这样的，就是各种菜都有，山上的野菜都很多。野菜也有多。对，你像这2天山上的野菜到处都是。到处都是。就不用种菜，山上都有野菜。野菜那个矮菜你们吃吗？但我们是吃辣椒，你们又不习惯。我们是吃少。我们是你看山上有野菜，给它打回来是吧？然后煮一下，就像这样煮一下，然后那个辣椒一蘸，那样吃的。 那你们不吃辣椒，那又没法吃，是吧？没吃辣椒做菜，吃不了。对，但是你们这个，我在广西来已经有1个星期了。这样啊？我在广西已经1个星期了，但是你们这边吃的菜啊，我还吃得惯的。我不吃辣椒，
你不吃辣椒？我可以不吃辣椒。我们就是放的盐巴有些简单的来讲呢，味精、这豉油都不放的，他妈也然后煮得了，他妈然后放点盐就得了。对，很好吃。放油多有太腻都有不好吃。所以你们这边的人身体好嘛，长寿嘛，就是因为吃东西吃的清淡嘛。你看我们像北方啊，像我们那地方就是辣椒啊，各种调料啊吃的多嘛，所以他身体没有那么好嘛。那身体那么热，吃辣椒多身体热的。对。所以说他就整个，你看为什么说胖子比较多？中爱吃辣椒多咯。对，吃辣椒吃各种多。哎呦，好啊！吃饭这个样啊。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吃饱饱的。吃点呢，像这一碗呢。我要减肥。3碗能够放。那减肥不得减饭吗？减饭不得。走路要减肥了，我吃饭多一点。我就走路都减不了，我都好奇怪。想减还减不了，但是想胖了也胖不上去，就这样。就是了。你想胖的，那给我去农药我这也不肥吧？农药也是也不肥的，瘦一瘦的。那如果你其实人还是瘦一点好，瘦一点健康，真的。瘦一点，身体乖过那里面要方便了。走路走得快，跑得快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你看这样吃一点点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放这里了，放这里得了，放这里吧，放这里得了，放那里得了。没有，我就到都安，我都安的酒店都订好了。这样订好了。酒店都订好了，我直接从这里开车到都安。那我走了，说阿姨吃了饭走了哟，就白吃了哟。哎，我们是中国人。我下次有机会再来你这里玩哦。谢谢。你那个我在家的。你要喝酒吗？上去拿一下我。不要。那我有机会下次来。对。有机会来再到你们这来玩。拜拜啊！感谢招待哦。好。在这个叔叔家吃了饭呀，我们就爬山了。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是苹果县凤舞镇的佛龙屯，一个很好听的名字。我未曾想到的是，这个地方住有20几户人家，120多口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是有4家人搬迁出去了，其他人都没有搬迁，只是外出务工，或者说在外面照顾小孩上学啊。这儿留守呢，现在就2家人。哎，兄弟，你认识那边那家人不？就是那个佛龙屯那个78岁的那个大爷，他老两口在家，有2个女儿，现在也回来了。他姓韦的不？姓韦小宝的韦，对。韦啥？对，姓韦。我在他们家吃了饭。然后刚才你忘记东西了？没有，我在他们家吃了饭，我也没给他什么东西。我的意思，我车上有酒，我跟他放一箱在你这里，然后你帮我叫他来拿一下，可以吧？那麻烦你了，你有他电话吧？我有的，那旁边的那个而已。哦，那个养牛的老吴，他也一起吃饭了。因为我是贵州的嘛，我来一次很难来一次。我在他家吃了饭，我也没给他任何东西。我正好车上有酒，我是把这一件酒留下来给他。对你到时候跟他说一下，让他过来拿一下。正好你也认识老吴。这个我们贵州的酒，谢谢啊，兄弟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在他们家吃了饭，然后去他们家煮饭吃，我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只能这样了。谢谢啊。广西这边的山呀，跟我平时拍的我们贵州大山还是有不一样的。这边大多数是这种石头山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广西的大山深处，这个地方真的是
千山万弄啊，每一个弄之间都特别难走，感觉比咱们贵州的大山更难翻越。这个山顶的后边啊，还住着一个村子，是不通路的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居住在里面啊？我们今天走这里来呢，就是下去探访一下。我走到这里呢，已经走了10来分钟了，走吧。但是这边的风景确实也很漂亮啊，这里像一道石门一样。这个路确实是比较难走啊，全是这样的石头路啊，翻一坡一坡的。哎呦，这个石头好神奇，看到吗？靠在这个2个石头之间的。好像是人为靠上去的一样，但实际上它这个应该是大自然形成的。风景非常的美啊！你看，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翻越到这个垭口上来了，但是它这个垭口又分几个岔道，然后而且你走到这个岔道之间又有很长一段距离啊，还是比较难走的。这个地方有2条路，一条往这边去，一条往这个垭口去。让我们看到那边有电线，我们就走这边去吧。反正应该是2边的垭口都有人住啊。哇，刮一点风好凉快。这边就是这样的大山，各种各样的弄。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贵州修公路就很难，但是广西这边的700弄，我觉得修路是更难的。他们基本上的路都是悬崖边上过，或者说修在悬崖上，因为这里所有的山呀，它都是石头山。而且它不是大坡度的，都是非常非常陡的这种山，所以呢，修路就比较难。你要想让每一个弄都通公路，基本上不可能，因为这个造价太高了。所以说我们会发现，有一些人多的弄呢，它就通公路了；有一些弄里面人家户少一点，或者说这个修路太艰难的话，就没有通公路。那么只能让里面的老百姓呢搬出这个大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弄里边，哎，我看到远方地下还种有一些玉米，那就证明还有人居住在这里的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说起来一个弄一个弄的，说起来倒是挺轻松，但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垂直的上山来，爬坡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很陡的路，要下到这个坑底，那么才是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。看到没有？已经看到那个地方有几家人居住了。天哪，从我这里走过去还要走好远，我都有点打退堂鼓。一个超级低的低洼地带，那边那儿住有3户人家。这里有一家，但是那个房子都烧掉倒塌了，估计是不住了。然后这边有一家，然后据我们了解呀，这个弄里面也还有几家，我们可以走这里翻过去，走那个弄去。这个房子是没人居住的，只有前方那个地方，好像是有1户人家留守在那里。然后种了一些地，实际上那个山上那些都不是种的地了，只有他那个房子的周围那一圈呢种有一些玉米，其他就没有什么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山上好像还有个山洞，这个弄站在这儿看着不高，但是它和这个山顶的落差差不多有好几百米吧，大概200多米的一个落差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属于这种山顶的天坑状啊，
可以看到山腰这里有一个蓄水池，而且他们这儿修的蓄水池呢，有的地方还不在少数，都修的挺多的。那为什么这个要修露天的蓄水池呢？因为跟这边的山形有关啊。他们这边的山呢，大多数都是这个石头山，它存不住水，也就是它没有长流水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要大量的修这种蓄水池，然后在下大雨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水啊接到这个水池里面进行储存。在这个天气干旱不下雨的时候呢，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就可以进行备用。因为比如说现在的话，包括这些山脚下，咱们是看不到任何的水源的。尤其在广西这边700弄内，你很难看到有那种长流水啊，基本上都是干燥的、干枯的这种石头山。走这里翻过来，这边可能又到其中一个弄了啊。他们这儿建的水池是真的多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水池。无人机飞上去看了一下呀，发现我要去的那个弄，走这条路行不通，要回到刚才来的那个地方岔口那儿下去才行。这边过去没有路啊，这边过去又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边这个弄的话，就只能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了。目测应该是只有1户人家在家里，而且咱们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在家。刚刚无人机飞下去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人，对吧？我就说这边的弄难走吧，从这里走过去，走错了走回来，又搞得我一身汗。说实话啊，生活在广西的这种山弄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每一次出山呀，都要大汗淋漓啊，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，是吧？上一山下一山，走一弄过一弄，那家伙没有个把2个小时，你真的是走不出去，也进不来啊。这个弄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说另外一个弄。在广西的大山深处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魔洞，全国各地的老人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，有的甚至把家都搬到了洞中。听说在这个洞中长期居住可以延年益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进洞一探究竟。这边呢有很多人把这个垫子啊，甚至被子啊都带入山洞中，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呢，在这里睡觉乘凉。看看这个洞里面，很多人把这个铺的被子、垫子都放在这里，然后直接躺在这个山洞里边。阿爷可以采访一下你们不？你们这个是长期在这里住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也是才来的。哦，也是才来的。嗯。来几天了？先来看看，有以后合适的话，以后再来。您是哪儿的呀？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哦，之前在哪里呢？之前我们都退休的。我知道。漫游。就是到处游。对对。在这儿来几天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哈。环境也好。他这里睡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不是吃疗吗？那写的。哦，吃疗。啊，有好多有些慢性病啊什么的，这是什么传说我们不知道，也是来。啊，就是传说，你们也是听说的。体验的。就是他一些慢性病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治疗。有些说高血压呀，高血脂啊，糖尿病这些基础病，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就可以在这里静养，慢慢好起来。对对对。你们听着有没有好的呀？不知道。这也是来，不过这里边挺舒服的。对，它凉快。它这个洞又是对穿的，所以它通风的。对。他们是长期睡在那里的。这里不是，我感觉上面的可能。我找一个长期在这里睡的，对，几个月的，对，有2、3个月的。
对，问问他什么感受。看到有点地方都是谁大好去。去那个昌寿村了吗？去了。那98的一个奶奶还搁那儿卖东西嘞。有103的那个啊，看他谨慎的很。行，我去找找看，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来。好，那咱慢慢玩哈，拜拜。你们来这多久了？刚来，就刚到这里也是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武汉，湖北啊。也在楼下。对，我录像，这不有个磁疗区吗？我也在这磁疗一下。你们湖北也很好玩，那个特别是恩施那一边。哇，那很好，很好，漂亮。姐，可以问一下你在这多久了2个月了。2个月了。你是哪里的呀？郑州的。郑州的。2个月了，什么感觉呀？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到这里来的？因为我们前年来过。前年就来过。哦。刚才你们看到了啊，里面有很大片的这个食疗区，有好多人呢已经在这儿待了1-2个月了，待的最长的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。但是长时间在这里待的人呢，大多数都在这个百魔洞的洞门口，因为在这里面长期待也是挺费钱的，因为每个月要花1000块钱的这个月票，像我们买票的话就是85一个人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从百魔洞出来了。那么，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一些老人呢，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？有的在洞中居住了几个月，有的甚至居住几年的时间都有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是这个地方高地池。地池对应的是五行的金，金是五行之首，万物之源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地池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面有一条断裂带。这条断裂带呢，就在这个百魔洞的下方。地球一般地区地池呢是0.25高斯，而这个地方的地池高达0.6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科学考证啊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池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呢清洁循环好。这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地老人呢，都选择来到这里做疗养，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血液方面的病症啊、慢性病啊等等，通过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呢，会使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。这大概就是高地池作用下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在巴马呢，除了高地池之外，这里的水、空气、阳光、食物等等呢，也是促成这个地方的人长寿的原因了。这里是广西的10万大山。还真的是千山万弄啊，要想走出去好难。在这个山的后面还住着一个村庄，有很多的房子，但是是不通公路的，我也没有看到有通往这个村子的路。那么看到这边有电线呢拉过去，而且在这边呢一个一个的很深的那种弄，我们要越过去都非常的艰难。可想而知，生活在这些深山弄里面的人啊，他们的出行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。现在这些弄里面不通路的地方呢，大多数都是往外搬迁了。为什么有些地方通路，有些地方不通路呢？因为在这些千山万弄里面呀，每一个弄边上都是一些悬崖峭壁的高山阻隔，所以要想修通路是非常的艰难，而且耗资巨大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不通路的这些弄里面的村民呢，都已经往外搬迁了。里面的房子呢，也大多数都是空置，没有人居住。或许再过个30年、50年，这些
村里面的房子将不复存在。我们将用航拍视频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瞬间，或许住在他们这个弄里面的人呢，有机会能看到，做一个留念吧。寒沙茫茫风大遍，今朝低头秋连绵。月儿空照千里秋，抬头望望北飞雁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江堤何须远洋流，春风不度玉半关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广西的深山里哈，看看我身后这个山是不是非常好看？在侧面的这个巨大的山梁的后方，我们通过卫星地图查看到，有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真的是绝了，住在山顶，然后一圈山围住，一条路通向他家，非常的震撼。今天这个山有点太高了，我就不想爬上去了。然后我通过无人机的镜头跟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就在这一个白白的悬崖峭壁山梁后面，它有一个凹槽，那么那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在那个凹槽里面。今天我们自驾来到了贵州的大山里，在这群山之间呀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村庄。在村庄的尽头有一个山洞，无人机飞过山洞，竟然又发现了一片绝美的大峡谷啊，非常之漂亮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村庄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前边就是非常漂亮的村庄，然后山洞呢就在这个尽头。
我现在呢要通过这条小道过去，穿过山洞呢，就能够到达那边的大峡谷。走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今天呢，我是和道远方旅行的宁哥一块儿到这个地方来的啊，走吧。我们贵州啊，大家都知道都是高山峡谷、山川河流啊。这种喀斯特地貌呢，也是造就了非常多的地质奇观啊。今天我们要来的这里呢，也是一处非常难得一见的地质奇观呢。宁哥在前面呢，我们叫他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宁哥。好，阿泰赶紧下来啊！看到没有？这里呢有一个好大的山洞口啊！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，它应该有50.5米，太伟大了！赶紧下来，里面说不定有宝藏。哇，这个山洞真的漂亮啊！对啊，你看，好高啊！而且底下那个山洞的洞口啊，底下呢还有一堵石墙。哦，对，那边是不是以前有人在那边住过啊？你看到没有？感觉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你是来过的是吧？以前我来过一次，但是都没有遇到人。哦，我第一次来嘞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非常不错的，比较适合隐居。对。穿过这个洞就到那边峡谷了，是吧？对，那边峡谷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峡谷之中还有好几个山洞，我感觉是洞穿洞，就是走不通的，或者不是说走不通，而是洞洞相通，洞洞相连，你走进去可能就像走迷宫一样，都找不到北了。走吧，走，抓紧时间啊！咱们现在从这个洞口走进来之后呢，在这个正洞口的下沿这里发现了一面墙，挡住了去路，这边还有一道门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筑这么一道墙呢？这个洞口也是非常高啊，大概有80米左右。那它筑的墙呢，大概就是3、4米吧，4米多一点。看着这个墙筑的还挺厚实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上，这里有预留一个射击孔，那边也有一个，这边也有一个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墙呢，它是筑的那种防御墙。也就是在若干年前，这个洞里面应该是有住人的。那么有的朋友会有疑问啊，筑这个墙是为了防御这个外面呢，还是防御里面？那我们看这个射击孔来看呢，就是人那个年代肯定是居住在这个山洞里面，它主要呢是防御这个外边的敌人。那有人又会问，你这个墙只有3、4米高，你能防得住吗？因为在古代它就是冷兵器时代嘛，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办法说能够跨越这个墙。当你走到墙上的时候，可能就被里面的人进行攻击了，你是过不去的。这个墙的墙体非常的厚，大概是有个3米甚至更多的一个厚度，所以说筑得非常的结实。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墙主要是防御外面的敌人呢，这个地方也能得到一个见证。它外面的1.5米呢是筑得更高一点，那么里面的呢就要矮一点。人呢其实就是站在这个墙上来对外面呢进行防御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边这一个缺口呢现在已经全部坍塌下来，这里面这些石头呢可能就是上面坍塌下来的。我们来到这个洞中呢，大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里的这个震撼场面。然后我们现在是继续要穿过这个山洞，然后再到对面那个峡谷去呢，还能看到比这里更加漂亮的那种风景啊。这里啊，我们有看到人工铺设的这种石头台阶儿，那么也验证了这个山洞里面以前是住人的这种设想。因为不然它不会在这边铺台阶，这边呢就是台阶上去就到达这边小一点的洞口，所以说这个整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穿洞啊，是一个对穿的一个洞，通风的，所以它也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。我们从这个小道走过来，然后从我这边再翻过来呢，这边又到了一个洞口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穿洞口的一个洞形。走到这个洞口啊，果然验证了我刚才的说法，在这个洞口呢，它依然有一面这个石墙，这个石墙呢又是跟那边是相反的，外面的高一点，里面呢
这个稍微低矮一点，它主要呢就是做防御的一个用途。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个痕迹，这些地方呢也进行了一些垮塌。那么这一面还可以看到非常之宽大，所以里面在若干年前它是肯定是住有人的，对吧？两面都有这个石墙来进行防御，它有可能是防御野兽，也有可能是防御外敌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妙了，一条清澈的河流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吊桥，咱们走过去，看能不能走到那边去给大家看看啊。这地方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哎呦哎呦呦，我天，很晃啊！在这个上边走，真是挺晃的。看到没有？这一条河流就是从这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，然后经过这个幽深的峡谷，对吧？再从前面这个穿洞呢，水流流出去。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震撼的这种地质奇观。犹如一个小型的这个天坑，河流穿坑而过。我们呢，刚才就是从上边中间那个悬崖的洞中穿出来的，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地形，真的是太震撼了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啊！这个洞穴呀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眼前这条河流就是从那个洞中流出来的。哇，这儿真的太美了！这个洞穴呢也是非常有名的，好像被称为第一高大洞还是什么，它的具体数据呢我忘了。而这个地方呢又没有任何的信号，我也查看不了任何的数据啊。这个洞呢是在我们贵州惠水的县塘镇，它的名字叫做燕子洞。为什么叫做燕子洞呢？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呀，就有成千上万的燕子来到这个洞中筑巢。包括现在正好是燕子在这里飞来飞去的季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啊密密麻麻的这些燕子飞来飞去的。但是这些燕子的巢穴呢，全部都是住在这个山洞中的，所以它也得名为燕子洞。哇，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羡慕我们从山洞里过来的那个村庄，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穿过山洞就来到这个幽静的地方，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啊，我们可以三五成群的到这儿来看看美丽的风景，也可以到洞里面去探探秘，然后在这个河边搞点吃的，是吧？简直太美妙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阿泰斯来到了广西的巴马瑶族自治县。我身后这个村庄就厉害了，看到没有？山上一个偌大的寿字，这里被称为世界长寿之乡八盘屯。这个屯里啊，一共生活着500多口人，其中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9个，非常的神秘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这里的100岁老人啊，无病无灾，身体矫健，耳聪目明。他们长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阿泰就带大家进村一探究竟。过了这个水上吊桥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入长寿村了。来看一下长寿村的母亲河盘阳河，犹如一颗绿宝石一般镶嵌在这大山之间，非常之漂亮。奶奶，你这个鸡蛋多少钱一个？多少钱一个这个鸭蛋2块。2块钱一个还是1块？这个1块1块。这个一个1块。这个呢？这个2块。2块啊。好，那我买这个买2个吧。你多大年龄了呀？98。98了。你98还在这里卖鸡蛋？出来看人了。你还会说普通话，好厉害啊！没有人了，老人也没有了，出来看人了，开心一点。哦，出来看一看啊。买一点，买一点。要几个？要2个。要2个。这个2块一个的。好，2个。我们因为刚吃饭嘛。那我怎么给你钱呀？可以扫这个吗？有啊。可以扫是吧？扫了你收得到吗？听我的。听得到啊。有啊。
我试一下，你听不听得到啊？那个晚上哦，跟咸的哦。你看得到吗？我钱付过来了。对了。啊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村委呢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村牌啊，这里呢有9位老人的这个照片是贴在这个上面的，他们都是超过了100岁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，他们的名字呢中间都带有一个妈字。在1个世纪之前呀，这些100岁老人都没有正式的名字，后来呀开始登记身份时，他们就以长子的名字加上一个妈字呢，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的网名就叫某某妈、某某妈，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啊。来感受一下泡瑶芋啊！可以，这个中药的啊。哇，这个泡着很舒服啊！看看我这2条大粗腿啊！这个是中药的药包啊，泡着真的非常舒服。听说用这个经常泡脚呢，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啊。刚刚泡了瑶芋过来，我们这呢接着在这边再吃点烤香猪啊。听说他们这边的长寿的秘诀啊，跟饮食也有关系，多吃一点啊。对，来，是啊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啊，见到老人都喜欢说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这样说，老人们听了可是不高兴的哟。说到这里啊，村里的老人为什么会长寿呢？据多年的研究和考证，这个地方啊有5大长寿密码。第一就是巴马的空气，在巴马呀，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3万个。什么概念呢？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是每立方厘米1000到1500个，这里足足高出标准20倍之多。第二就是这里的水，巴马的水多是地下水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，又称小分子水。巴马的水有4个显著特点：一是天然弱碱，2是富含矿物质与微量元素，3是很细，极易进入人体细胞膜被人体吸收，第4是空腹饮用，极易吸收，能很快将凝聚成团的红细胞分散开，降低血粘度，促进微循环，减轻或消除各种不适，这就是小分子水的作用。第3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地磁。地磁对应金，是5行之首，万物之源。为什么巴马地磁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巴马有一条断裂带，直接切过地球地幔层，这条断裂带就在盘阳河地下。断裂带把巴马一分为2，地球的一般地区地磁约在 0.25 高斯，而巴马的地磁高达 0.58 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有科学考证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磁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清洁且循环好。很多外地来巴马旅居的朋友啊，会感觉到在巴马睡眠很好，这就是高地磁作用的原因。第4就是阳光，巴马的高磁场作用下，不仅日照时间平均5小时，而且80%以上是被誉为生命之光的4至14微米波长的远红外线照耀，在烈日下也不会感觉到毒辣。远红外线不仅能激活水，
更能不断地激活人体组织细胞，增强人体新陈代谢，改善微循环，提高人体免疫力。第5就是食物。巴马的土壤中富含锰和锌，是其他地区的几十倍。在巴马100岁老人头发中，发现锰的含量是其他地区老人的10倍。锌被誉为生命之花，它与人体80多种酶的活性有关，是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元素。巴马土壤中含锰和锌都很高，农作物通过吸收土壤里的锰和锌，储藏在茎叶或果实里，人又通过食物吸收而进入人体。因此，巴马的100岁老人无心脏病和脑血栓，绝大多数老人过世之时都是无疾而终。综上所述巴马可以说是占尽了人类长寿的天时、地利和人和，这应该就是这里的老人长寿的关键因素了。